从未见过如此奇葩的监狱，男女囚犯居然共住一室，就连洗澡用的澡堂都一起共用。只要来到这里就没有隐私，大家坦诚相见，狱警根本不管。如果你认为这里应该是人间天堂，看男人的表情，你可能就知道答案了。就在3天前，女主小美被带到了这里。她那漂亮的身材瞬间引起了狱警的注意。狱警挥舞着皮鞭来到小美的面前，把鞭子直接套在了她的脖子上。小美害怕地跪下求饶，可狱警并没有停手。这时站在身后的大山开始替她解围，小美逃过一劫，而大山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被狱警关在铁笼里面暴晒，头顶还有一块千斤巨石。在这里，狱警们非常残暴，对待囚犯更是为所欲为。囚犯不仅要老实本分，还要熟记监狱里面的规章制度，稍有出错就是一顿暴打。狱警们更是不会怜香惜玉。小美看得心惊胆战，而这一切都是变态的典狱长一手造成。女囚被打得倒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监狱四周全是监控，监控上面装有3个机枪孔，如果想试图逃跑，机枪就会同时发射。狱警们白天监督囚犯们干活，到了晚上更是闯入囚犯的监狱内横行霸道。典狱长正在给新来的囚犯训话，为了防止大家反抗，他让手下光头带出一个卷发男，他的脚上被绑着2个装有汽油的塑料桶，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几名狱警对其折磨。小美不忍直视，大山却扭过他的脑袋，让他清楚地看见眼前的惨剧。直到汽油全部洒出，卷发男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放弃反抗，狱警直接点燃洒落的汽油，伴随着汽油的燃烧，卷发男也化成了一缕青烟。囚犯们吓得开始不安，这就是典狱长的杀意警摆。初来乍到的小美等到大家睡着了才敢来到浴室洗澡，而大山则在门外替她把守。可就在这时，狱警却打开牢门，几个狱警悄悄走了进来。大山想要提醒小美，却被狱警堵住嘴巴，把目光投向浴室正在洗澡的小美。接下来等待她的便是惨无人道的事吧。然而这只是他们噩梦的开始。几天过后，就是集中营1月1度的逃亡猎杀游戏。典狱长挑选了5名囚犯参与这次游戏，并告诉他们只要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存活下来，他们就可以被无罪释放。而大山和小美也不幸被选中。随着一阵枪声开始，小美被第一个安排跑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猎杀者正在挑选枪支弹药，他们要进行一场真人版大逃杀。威力越大的武器他们就越是喜欢，因为这样才能增加游戏乐趣，满足他们变态的心理。集中营里被挑选出来5个囚犯，典狱长要开始一场真人逃亡游戏。这边变态的猎杀者正在挑选合适的武器，囚犯们没有选择，只能拼命地朝着树林跑去。只有跑得越远，他们活下去的机会才会越大。猎杀者不仅有女贵妇，还有这个长满头发的怪物。他们开始拿着武器追了上去。人怎么能快过车子呢？黄毛被第一个发现，这个怪物力大无穷，黄毛被打得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，然后一个暴起，让他领了盒饭。躲在丛林的卷毛偷袭成功，反杀狱警抢到了一把冲锋枪。女贵妇发射炸弹剑和典狱长一起围攻卷毛，腹背受敌的他身中数箭，但是都不毙命。只有看着他痛苦的死去，才能让贵妇感觉到满意。逃亡的大山被突然跳出来的怪物抓住，将其死死抱住，然后按在树上。胡子男则开着叉车朝他袭来。危急关头，大山掰断树枝插进怪物的眼睛，趁机逃走。叉车没来及减速，怪物死在了叉车之下。另一边逃跑的金发妹也被贵妇盯上，最后被他残忍变态的杀害。躲进甘蔗地的小美被光头狱警愤怒放火，逼迫她出来，而小美也被一个狱警发现。幸亏及时出现的大山解决了他，然后拉着小美一起逃命。两人逃到一处海滩，而光头却紧追不舍。大山让小美先走，自己和光头展开了激烈的肉搏，两人从岸上打到了水里。大山被死死按在水中，好在他捡起一块石头砸向了光头，才挣脱了他。愤怒的光头掏出了手枪，阿美看准时机，捡起地上的砍刀，朝着光头的双手砍去，解决掉光头。两人逃跑途中遇到了开叉车的胡子男，大山让小美跑出去吸引胡子男的注意。等到胡子男开枪射击时，他悄悄从背后偷袭，一刀秒杀。两人并没有独自逃跑，而是开着叉车杀回了集中营解救其他狱友。随着集中营围墙被撞破，所有囚犯们开始纷纷跑出牢房。在两人的带领下，他们捡起地上的武器开始反击，一时间整个集中营火光四起，子弹乱飞。而典狱长也带着手下赶了回来。在一阵枪林弹雨之下，典狱长被大山成功击毙。军方收到消息，出动了战斗机，开始了集中营全覆盖的轰炸，整个集中营毁于一旦。而大山和小美等人都已脱离了危险，历经生死的他们相拥在了一起，在岛上幸福地生活了下去。